嘿，欢迎来到今天每日更新的丰盛奥文哈。那我们继续来为你捕捉恋人的讯号。今天的题目也是我很喜欢的题目了哈，就是新恋人已经抵达，新恋人已经抵达哈。因为我很喜欢这个题目的原因，是因为他每次捕捉的讯号都会非常的近，尽可能帮你捕捉到最近的哈。那他那个具体的线索啊，各方面就会非常的多，非常的明确。好，就迫不及待的想要告诉你们。好，那这就是今天要选的3张牌，1、2、3。好，因为牌比较多细节的部分，如果你想要看得更清楚的话，等一下拿近看的时候，你可以按下暂停，好吗？来，第一张是钱币侍者。好，第二张是圣杯十。圣杯十。好，第三张是塔牌，塔牌哈。我觉得他尽可能的把它做成巴别塔的概念哈。好，就这样哈。那我相信大家都已经很会选了，只要你的目光很难离开其中一张，哪一张你就选它，好，那就表示共感很强。那我们就开始喽。好，我们就开始从选择第1号牌的朋友开始哈。来，今天的题目是新恋人已经抵达哦。那我们先从翻5张牌哈，来看一下整个讯号的连结哦。讯号的连结，来。好，第1张，先来对一下位置哦。第2，好，第3，好，第3看一下哦，上来一点，差不多，这位置，来哈，第4，再来第5，一样哈，照我们的惯例就先压着。好。好，我看一下哈，就是我，我先说哈，整个宇宙啊，它给你们2个相遇的概念哈，已经直接下了一个定论哦，是一种美满人生的取向哦，是一种看得到持续性，看得到未来，看得到。还看到花园，看得到一些美好的事物，家庭内在的摆设，都是一种有共识的、有相同喜好的哦，携手并进的一个概念哦。我现在讲的是说，在你们为了或是就是他让你们相遇的这一个方向感，是为了要达到这样子的境地。才让你们相遇的，也就是说，你们能够达成这个，也就是说，你们2个人的能量是相当契合到未来性非常十足的。目前是这样看到，而且啊，基础的能量还非常的雄厚，非常的牢靠，很紧绷而且还给了你们一种很 pure 的情绪。杂质很少哦，我看看这还能怎么形容？他这个人啊，还蛮接近初恋的感觉，但是更加的平稳，更加的平稳，而且是丰沛的水能量。好，至少我觉得其中的十几组的水能量的一个流动、一个流程、一个时辰，每一个架构的水能量的丰富性，都给了你们这一段。所以选到1号牌的朋友，你可以满怀期待的去迎接一下这个新恋情。只能说目前看到，就算只有四张牌啦，还是备受祝福的。当然啦，我的人有的时候会很坏心，会帮你找到一些瑕疵点，
那没办法，因为那是现实。那我们先看破，先看穿了，然后就说破嘛。我们可以具上一点防范，也不错哈。不过就现在来说，有点完美的让我害怕。哦，因为你也知道我的取向是会找到平衡。如果好的太快出现，那什么事情要来平衡呢？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抓的哈。就是虽然我们来看牌，我会极尽可能的帮你抓到好的一面、浪漫的一面、有展望的一面、有未来性、前瞻性的一面、正能量的未来。我当然会这样，一定，而且是大部分。但是小瑕疵我们还是要警惕一下、警戒一下了哈，没问题的。来，一样也是个好牌哈。他在讲是说，你们这个相遇啊，可能是你人生里面最大的一次休息。这什么意思？就是你才知道，原来心安，有人一起，然后我终于可以好好的休息了。他休息的是什么？你的心灵。他休息的是你的一种紧绷被放松了，是这个休息哦。那这个感觉在你第一次看到他和遇见他的时候就有了，相处的时候就有了。这感觉很奇妙哈。这种恋爱感觉是你立刻就想，如果你是比较强势的那一方，就是你会立刻想要拥有它，好像得到一个超大的暴政，想要抱着就睡觉。那如果你是看起来比较磁场立场比较弱一点的，我的意思说是跟他相对比起来了，那你就是希望能够有一个比你还大的抱枕，想要靠在上面休息，差不多是这个形容。这是你们两个人的关系，一个柔软的、轻柔的，心能够静下来的，肌肉能够放松的，很容易入眠的。主要还是因为那个安心感很重。呼应的前面所有的水能量都在，而且连那一个丰沛生活的水能量也在，所以自然这个安心的感觉有到了。而且你们这个两个人相处的基础还设在一个力量牌，他把它设在一个有点像是盖房子。我常常用盖房子来讲，因为盖房子真的太好举例了，太棒的举例，就是很明确的举例。它就很像盖房子打地基，你们这打地基打得十足的好，打得十足的好。好，目前看起来是蛮欢乐的啦，但我觉得还是有一个，因为这一组牌哈，我当初用这组牌，我就觉得它一定会一直带给我一些超级正面的倾向，因为我对于色感的反应很强哈，那这个主它一定会把我带到那个方向去的。好，我们再继续看哈。好，一样哈，看3张。好，给我一点 trouble 吧。好啦，还是有啦，但是真的没有多不好。他只是讲说你们会有点太平安了，而感到乏味的讯号会出来，然后内在会油然升起一种好奇心，想要知道对方更多。我现在讲的是初期在一起，他认识到，想要知道更多，然后会有点胡闹，会有点调皮。我觉得这个啊，也很像是你们还没有正式在一起前的一个交往过程。你们认识没多久之后，就有一种很契合的感觉，而且节奏很快，他还连续的就跳跃了
跳跃朋友跟好朋友这个关系，就直接进入了交往阶段。那因为契合的太快，所以会互相调皮的找对方小麻烦，但这是你们的浪漫所在。这是你们相处的浪漫所在，很特别啦讯号太简单了，没有很强烈的。那如果硬要觉得牌面有在要求什么，我直接觉得反面的思维是，他有点怕你们的进展太快，然后错过了很多可以细心品味的小甜蜜，有这个讯号哦。因为它这个细节出现了，但细节出现在一种提醒的，不是的位置，是的旁边。我看到了，所以我偷偷跟你说哦，因为它有一点像是说你们必定要错过的。因为你们进展太快，跳得太快，可是我看到了那个小提醒，所以我跟你说哈，那还是没什么大问题。哦，好，然后呢，因为我觉得你们的相处融洽是非常可爱的，非常活泼的。好像你在外面买一种那小小的弹力球嘛，就投10块会有一颗小小的弹力球，那个弹力球是你随便丢它就弹来弹去那一种嘛。你们两个相处的气氛是这样，很调皮，很欢乐，节奏快又有弹性。那也因为这样子，这边终于有一个提醒了，我必须跟你说，初期你们会直接忽略了彼此内心里面的某些忍耐。该怎么说？就是其实你们并没有到100%完全契合，所以毕竟还是会有几%的忍耐。怎样的忍耐呢？就是我是打个比方，不是真的，可能吃饭的习惯不同，吃饭的节奏不同，可能对时间感不同。时间感打个比方，你可能喜欢提早5分钟到。但他觉得晚5分钟到是正常的，会有这一个小小的忍耐区。这是打个比方，不是真的，不是一定是这样。那还有一种是起床的时间可能不同，就可能一起见面约什么，但你可能觉得9点已经太晚了，但他觉得10点还算早。会有这样子，我说的是这种差别，在你们之间会有一些小小的不适应中的小忍耐会出现哦，但这都是吹毛求疵啦。我觉得这都是在这一题里面鸡蛋里挑骨头了，基本上都没有太大的问题，即使只是忍耐的等级，都还是非常非常低微的，会被你轻易的略过或忽视，它也没有能量能够累积成大问题出现在你们两个之间。这东西真是我很认真的鸡蛋里挑骨头了。好，看来势必第一组牌要翻非常多细节牌，好，没关系，我们慢慢翻。来，我们再继续往下翻哈。不过啊，这里还是没有很明确告诉你说什么时候遇到，在哪里遇到什么没有。他这里这一组牌只是告诉你说遇到了当下，其实这种是当下跟当下认识之后刚进入交往阶段，记得交往跟确定关系是不同东西。我说的交往是确定关系前的那一段通常啦，没有讲那么清楚在哪里遇到什么的。其实，在我的观念整合的意思是说，只要你们遇到，就会有交集，就会有交流。那通常有的时候我讲说会提醒说那个场合，牌面会特别提醒是什么场合、跟谁、去哪里、谁带你去，会有朋友介入这种。如果通常是这种的话，这叫什么？有的时候会错过，所以才要提醒这么多细节，让你敏感到他来了，是这个时刻知道哈？那现在这种就是不会错过，就是直接会遇到了来。好，来继续看开始有一些严厉的牌了开始有一些在挑毛病的牌了，是真的在挑毛病的牌，可是也都还是用温和的方式告诉你
哦。我看一下哦。我觉得宇宙或是整个牌面对给你们安排的事情，都给你们安排的蛮好的。哦，圣杯十、权杖四，哦，都在一些很梦幻的位置，都在一些很肯定价值的位置，所以你们这关系是被肯定着。其实一般来说，权杖四出来的时候，通常都已经祝福的价值已经非常足够了。尤其他又本来，如果他原本都没有这个，就只是权杖四在这一个位置，代表了一种慈爱的位置。这样子的概念放在这里，因为通常有时候这个位置会出现一种教训、一种方针、一种针对问题，还有一种解决事情的方向感的时候出现在这里，然后用一种善意的方式去提醒。可是现在已经是善加善的讯号，就是在告诉你说，你们的关系就是值得庆祝的。而这还是近的位置，远的位置已经下好了结论，就是幸福的结果，就这样子啊。我很难在鸡蛋里面挑出一些它阻碍啊、负能量什么的，这就没有太多。那宝剑皇后在这里出现了，哦，他给我的讯号是，因为你们的情感太满足了啦，所以你们的相处时常都像是大热天飘下毛毛雨的那种舒适感，有点让人烦，但又觉得很浪漫、很舒服。因为很热，所以想要有雨，但又不喜欢下雨，又不喜欢淋湿，会有这种奇妙的两面的舒适感跟不适应混在一起。它会有一种不舒适，然后映射对比出对于舒适的渴望。他在讲什么？他在讲你们对于彼此的渴望常常处在这里，对方跟你的不完全相同，但是其实又足够契合，会常常在你们相处的时候发生，但是又在没有相处的时候怀念起那个雨下在大热天下出来的那一种舒适感。那相处的时候就针对雨让你感觉黏腻，常常你们两个常常会有这个前前后后的状态哈。但这状态的结论就是一个美好的浪漫关系啦。你们很快就适应，但是又喜欢对彼此发小部分小牢骚，就像我刚刚前面的，你们还是有一个极小的忍耐嘛，就都只有这个能量而已，再跳下去就只有抱怨的能量，就只有到这样子，极小，小到甚至一句话抱怨都嫌多，因为它比较像是一种感觉来了就过了，这样还要转换成一句话抱怨都嫌多了。然后我们再往下。我觉得这组情感牌放在这里，很多情感牌被放在一种不能用感觉的位置，水能量都被放在一种不需要再用感觉去感觉水能量了，不要去用感觉去感觉情绪的位置。他在讲什么？他在讲你们相处的水能量之所以丰沛，是因为你们很擅长使用自己的感觉，是非常有智慧的，是非常高能的。你们是天生使用自己感觉的天生好手，知道给别人什么情绪，别人会给你什么情绪，知道别人需要什么情绪，你们就会立刻给予对的情绪，而不会去做对冲，或是别人的负面情绪来，你们不会去做反抗，你会把它收下、柔化、内化，再做一个好的回应，建立起
两边都处在一个好的情绪，你们就是使用水能量的高手，所以才会说这一切为什么一开始就用水能量定义，而且是各种，一开始我刚刚就说各种水能量都有了，所以这边才看出来，原来你们本身就是属于使用水能量的非常有智慧的一组人，所以难怪你们会这么契合啊，情绪上啊来来往往都非常的非常的融洽了，但你们如果遇到极端理性的人来说，那你们的招都没辙了。好，因为你们的理性会被，你们的感性会被极端的理性分析，然后就没有那一个诗意，没有那个浪漫的感觉，好，没有那个文学句子及讲句塑造一个奇幻的画面的那种神秘感，没有。所以你们两个的相遇是，我觉得是对的，因为这两个都能够理解水能量、浪漫主义这种缥缈的气氛的人。哦，好，来我们继续再往下哈，帮你看一下你们的一些连结啦哈，照惯例就是翻那个哈。好，等我一下哈。好，有点看不到哈，没关系。我把这两张拿在这里。好，我现在讲前面哈。哦，你们两个相遇之后，你遇到他之后，其实这边我开始有讲，你刚遇到他的时候，还没有变成交往阶段，只是刚开始遇到的时候，你心里就有一种全新的自我浮现咯，有别于原本的你哦，而且节奏非常快。你们两个相遇的时候，那个节奏非常快，很快就有好感，很快就聊天了，很快就热络了，很快就忘记旁边有很多别人了，很快就听不到旁边的声音了，非常快。而且你们两个相遇的时候会转换成全新的模式，是只有你们相处才有的模式。打个比方，会变得比较装可爱啊，会变得比较执着于某些点啊，会变得比较奔放，有可能会变得更加冷静，反正会跟你原本有所差别。但是只有在你们两个人存在的空间的时候才会存在，只要有别人出现的时候就不存在。所以你们刚见面的时候，那是你们第一次在有其他人的状况下封锁在自己的世界里，那是因为你们刚开始。那慢慢的，你们两个融合了，就开始听得到旁边的声音，比较能在意旁边的人。我的意思是说，你们两个一起出去跟朋友出去的时候，就比较能听到别人的声音了，不会像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就觉得其他事情都不重要的感觉。因为恋人牌只出现在这里，它只出现在开头，所以就是只有开头才会有这个状况哈。我看一下，钱币5哈。那我不能说你们两个性格上、背景上各方面是一个 twins 或双胞胎，其实你们不是，其实你们算是心啦，距离蛮远的人。其实你们的价值观、想事情的东西是算蛮远的，可是很奇妙的，你们的水能量是融合的。什么东西水能量？就是你们处理情绪、跟想感情、跟共感其他人的感觉，什么恻隐之心，只要是跟精神有关的、情绪有关的，你们的逻辑就雷同了，你们处理的方式就雷同了，你们感受的方向就雷同了。但是你们本身背景啊，学的东西啊，原本的喜好啊，其实是不同的。他这边有讲，因为我在看的是
你们两个遇到是因为什么样子的配对方式出现？他这边讲的是没有什么配对方式，你们两个就是不同的人，但是因为水能量的祝福跟水能量的连接太强了，就在你们很靠近的时候让你们相遇了。哦，他其实这边在讲是原本你们是不同世界的人，也很难相遇啦，但是很像磁铁一样，突然有一天或者有一个机会，真的非常靠近的就吸在一起了。是这样子，所以他这边有在讲一件事，终于有一些缺陷了哈，瑕疵了，就是你们过了蜜月期，过了很 hot 的那一段之后，回归到冷静期的时候，才会开始发现对方跟你不一样。那它会变成什么？还好它是宝剑能量出现，它会变成是你们会挖掘眼前的这个人的更多新奇的事物来满足自己，两个都会，所以这是你们的全新的相处方式。好，所以不担心发现对方跟你不太一样的时候，就发现不有趣了，然后就不想再继续。没有，其实你们不会，你们反而会拿出一些风能量、比较理智的能量来去认真再仔细看一下对方有什么有趣的挖掘。然后你们两个会自己去创造一些你们自己的新的相处方式，达到共识，很快就会排除那个不一样。其实那个不一样是对你们来讲是非常有趣的事情啦，这个就不明说了。反正这个不一样，在你们对于你们的水能量来说是非常有趣的，因为它让这个水柔软的变化性变高了。哦，表示你们的热度其实不会减，而且浪漫度会再提升，变化无常，像变形虫的水能量，随时都给你们两个彼此带来很多惊喜。好，我再看一下这两张在哪种？他这个讲的有点远了。我这边得到消息是，他讲说，在不久后或是很久之后，你们会有一个分歧点，而这个分歧点不是感情上分，是生活上可能会有一个分歧点，会有一个突然两者都有自己的独立性要跑出来了。我讲白话，就是可能会分开一阵子，因为因为生活上的事，不是你们关系上的，是生活上是要分开一阵子。那一个时间会让你们有点难受，就是这个而已。所以我说他这个抓的比较远了不是你们遇见的那一圈那个时间点，没有，他抓的比较，他突然讲到这个，所以也还好啦。我觉得这只是可能是外力啦，不是你们关系上的分开啦。所以那是你们两个在一起之后的第一次的最不适应。不适应什么？不适应两个人的距离拉开了。但这个是蛮远的，不是很近啊。多多少少生活久了，我觉得通常都会有这种事情。只是对于人来讲，这个分开，我觉得，以心痛的程度来讲，似乎分开的有点久，跟距离有点远大概就这样，只能抓到这。来，我再帮你看别的。我看一下再看一下2张、3张，看一下3张。我帮你看一下3张。好，你们的关系一开始是靠水能量接起来的，那个情绪、那个情感的共识非常高，随之而来的却不是火能量，不是土能量，随之而来带来的是风能量。它带来了什么？你们对彼此的更深入的判断、理解、好奇心、探索。你们两个都会在水能量快用完的时候，突然想要创造一下两个人关系的新内容、新故事线。譬如，打比方，就是你们本来没那么喜欢往国外跑，突然为了要创造两个人生活的乐趣，就开始密集的往国外跑，创造两个人的新回忆。
这是这个，或是两个人会突然觉得应该要去学什么课程，或是参加什么活动以前没有去的，比如去学露营啊，或是学登山，或是学骑单车，或是学潜水之类的。你们会创造一种新的难度，然后来保持两个人关系上的热度。哦，那到2，然后这个关系这个方法其实是为一点一滴啦，在为了你们的新的阶段，在累积两个人关系的厚实度。但我必须说，虽然你们用了负能量、理智的方式去找了很多实际具体的事情来去创造彼此的浪漫跟保持热度，但其实你们还是因为水能量在下面做一个协调。这什么意思？还是因为你们的感情还是很浓厚啦。你们有一点点感觉到关系比较扣分、减分的时候，就会去创造一种新的难度来分心，然后顺便增加两个人的感情。所以其实感觉上像在控制情感，可是你们两个却用高度的理智来计划和保护两个人的关系，不可淡掉或更加的，就是往坏的地方走。我觉得这一件事情会在你们有这一段分离之后的时候觉醒。他这个分离呀，是他这个分离有一点像是选择错误。是，我觉得就打个比方，就像可能有一个人觉得要去国外读书一阵子，但是这个关系的第一次的难关的主要在是对其中有人先决定了才拿出来讨论。我觉得这没有错，因为他是他的人生，他可以先决定。只是你们两个在理解这件事的合理性，跟对于你们两个的关系的加或减来说，是第一次面对比较难的难关，所以会做出很多事，会做出很多感觉，会反映出很多感觉，会选择很多对你们来讲是错的感觉，或是这关系里面是比较不好的感觉。那这感觉选错就会有错的反应，所以在这一次处理上，算是你们关系上的第一次的挑战。那平安度过，只是这一次之后，有让你们开始警惕关系有很多的变化跟变局，也有很多的机会让恶魔进来，让关系变弱变淡。所以你们后来再回来了，再在一起，或者中间就保持了很多新的创意去维持这关系的稳定度。你们都是非常理智的理解这一件事情，所以你们会刻意去做，刻意去创造，这是你们维持关系的方法。那这一关过了之后，却变成了你们关系的一种新的模式，新的相处方式。好，这是再跟回来的事情。好，这就讲更远了，讲远了，因为可是我觉得1号牌还不错啦，他从不过还是有点可惜，没有讲到他怎么出现的。好，他怎么出现的比较可惜，他直接就讲了遇到之后的状况了。他没有讲到什么出现，只是以今天的题目来说，抵达了，就是抵达了，要直接认识，然后就，因为我刚前面说节奏很快嘛，所以他可能牌面觉得那不重要，因为毕竟都要遇到了，什么时候遇到没那么重要，反正也不会错过。所以后面讲的比较多是遇到当下，然后遇到之后一个短暂发展，然后他就跳了比较远的地方，讲的比较远的，可这印证了你们能持续下去了，所以它有比较远的讯号。好，那这就是选择1号牌的朋友哈，那希望给你一些方向感哈，然后对你有一些心理上的帮助，多面向的思考，这样就可以了哈。那很长哦，谢谢你们来听，祝福你们。来，我们来开始从选择第2号牌的朋友开始哈。今天的题目是新恋人已经抵达哈，非常热门的题目。那我们继续来看哈，一样先抽5张牌哈，来看一下整个基本的能量结构是什么哈。好，对一下位置哈。好，下一这样子 K。
好，这盖子好。哎，哇，怎么这么斜？哎，没关系，就这样。哎，然后，金币侍者开始的话，好，我必须说他才刚进入了你的生活范围里，他才刚进入了。不知道是刚进入来工作呢，还是刚搬到你的生活区域了。很多情况都是这样啦，因为我只能说，我现在看到的是在物质生活这一面，他有一个依循了他人生的方向感，他有做出了他人生的规划的下一步，所以他前进了。然后前进的时候是一种新生活的初始状态，新生活的初始状态。然后这个决定是他想了很久、思考了很久才做的决定。那他有一个空间的移动嘛，所以我才会说，以这张牌来讲，他从另外一个环境空间里，基本上是空间了哈，然后进入了你这一区，因为符合今天的题目是他已经抵达了，所以方向感就是往你这边来的。那他是用什么位置，从什么方向感来的，依循什么方向来的，就是他原本的世界。因为他这里有一个转变因为那个钱币侍者他带来了一种，他基本上他有一个初始状态，学习状态，有一种全新吸收的状态，在物质生活各方面工作啊那些的那个角度去定义，他现在走向了一个新的美好的未来，所以他确实他有了别的目的然后就这样子悄悄的走进了你的世界了啦，悄悄的走进你的世界了。那他应该也会，接下来他应该也会蛮欣喜的啦，因为你知道你的出现的契机啊，比较像是他在你这个附近的时候已经生活一阵子，工作一阵子，基本上应该算工作一阵子，在你能够遇见他的范围里。然后因为他是有一个单打独斗的状态有出现，他现在的状态，他必须为某些生存的这个方式去做非常多的小聪明，非常要去跟很多陌生的情况做竞争，所以他其实是无暇去谈恋爱的，无暇去遇到喜欢的人，因为他才刚开始。所以你遇到他的时候，对他来讲是一种救赎，其实有一种救赎状态，在他感觉在陌生的情况、单打独斗的世界里，突然看到你一个小小的曙光，生活里看到某些安慰，这是他看到你的那一个时刻。所以目前我觉得这一个方向感确实是会在工作，我觉得在工作的时候遇到你这个信号越来越强烈，因为我有发现了他的奋斗状态，我有发现了他的汗流浃背状态、辛苦状态，不是说真的汗流浃背，就是我感受了他的匮乏，可是不是他心灵的匮乏，而是他的体力时常匮乏，所以他真的在一个新环境里面努力，可是他很拼命。很喜欢，因为权杖3作为一个基础的，作为一个底子，整个能量的底子来说，这是他的一个精准的、看准的重大的人生决定后出发，来到了这个位置，所以他是欢喜的啦，他是开心的这样子，只是还是蛮累的哈。那不得不说，他继续再这样走下去，会有非常多的好事会来，包括你，包括遇到你但是你知道他的心底啊，他的很心底，他其实知道后面有好事，所以他这么努力。可是他这不是他有意识到会有个好事要发生，所以他往那里努力，没有，是他心底有一个喜悦，就刚我跟你说的是一种丰盛快乐感嘛，欢喜的感觉，他心里有一个欢喜的感觉，他没办法拒绝；他有一个欢喜的感觉，他没办法剔除；他有一个欢喜的感觉，他没办法否定他。他也不是刻意去接
接受它，或是觉得有这个我要往前走，没有，他都不知道。可是他的身心灵各方面、体力各方面，他就一直处在一种欢喜的状况里往前走。所以他即使再累，在新环境不适应或他都觉得好像都还好，都还好哦。只是他后来才会知道，那个欢喜的是因为那个能量跟你有所连接。他知道，他不知道他往那里走的路上，他要遇到你，他不知道是这个走法。但是能量知道，能量一直都是从权杖3，然后接下来进入权杖4的阶段了。哦，所以能量知道后面是什么，但他不知道。然后太阳牌又出来了，更加的告诉了他前面的一些那个愿望。星星在前面，愿望出现了，往前走了。那些不安跟恐惧未知，已经在他换环境的那个时候已经经历过了。他现在已经处在一种适应中，要变得比较好的状态。他在新的生活里、新的环境里，已经找到了他在这里的生活方式。他工作其实也找到了他的规律。渐渐的，他就要变成比较完整的状态，要出现在你面前了。整个顺序其实发展是这样。他今天这一题这5张啊，它不是一个零零散散的讯号，它是一个连续的，它有故事性的。有的时候不会有这样，有的时候很快就被打破了。可是今天我就是看到了，我都能看到它的连续性，它的前面怎么了，所以它现在怎么了？好，来我再看一下。好。好，再压一张哈。好，看一下哈。那看一下哈。还是要讲一点小小的啦，坏消息就是他有错过你几次。哎，因为他就像我刚前面讲的，他是因为太着重他现在这个新生活、工作各方面的挑战了，所以他在情感面的时候，他常常忽略了对谁有感觉，谁的存在感很重。所以这边我看到的是他有在你附近出现，但重点不是在你有没有看到他，重点是他应该要看到你的。在他的角度上，他错过了你几次，其实你没有错过，你觉得这过程，因为我觉得这边的取向并不是你们两个在寻找自己，或是你们两个谁应该看到谁，而是是他应该要看到你。我看到的人就是他应该要看到你，因为他的角度、他的方式是他从你这边走近的，他其实要看，他其实已经，所以我觉得他就是你附近的一个陌生人了。我觉得比较更像是工作里的一个陌生人呢。你们没有交集，没有交流，没有谈天过，但是已经有在同一个空间、同一个时间串里面有遇到了，是却没有注意到。我跟你说，他注意到你的时候，他就会非常在意你的存在感，有这个，只是因为一直被留在一种非常初阶的感受里，一种还没有东西可以接到你出现的这个讯号的那一个，就是说他手是满的，他没有办法接住。就是说，如果你出现的这个讯号是一个东西，他现在没有手可以接，因为他的思维这方面都太满了。有点可惜，因为我确实有看到他错过了，他错过了。然后你看4来了，是在一个他将要理解他前面做的所有事情的终点，或是中间，他将要理解他前面所做的事情中间有一段的幸福是先出现了你，他将要理解这件事，他将要体会到这件事。只是我必须说，他为什么我说他错过了，主要是因为宇宙的能量似乎有非常严格的要求，他不能轻易的遇到你，或是他
你们第一次的遇见不可以轻描淡写。我感觉到这件事情哦。那不过啦，他后来真的也会体会到说，他其实早就应该要看到你了啦，因为他发现说你们两个接触开讲话的时候，他才会意识到说，原来你离他这么近，就有这个讯号哦，很有趣啦哦。他看到你的时候，他会有一瞬间的情绪出来，一瞬间的感觉出来，没办法，因为太阳牌压在这里，它最底下的那一个遇见那一个澎湃，那个遇见那个瞬间还在很里面，所以遇到的时候，它会嘣，会有这个会有这样子的讯号出来有点玩味啦，有点玩味，就是也有点电影剧情啦，有点浪漫啦，还在那边徘徊，没有遇到这一组算有趣的，这组算有趣的，然后再继续看讲的蛮快的耶，我减慢一下速度好，看一下好消息，它出现的时候，其实你也会蛮开心，会欣喜若狂，因为对方是你喜欢的样子、喜欢的型什么的。可是你们两个会有一种讯号，就是奇怪了，这个人如果在我附近，为什么我没有发现？明明我看起来就很有感觉，可是就是这样，宇宙就让你们一直阴错阳差了很多事情，似乎是一种无形的准备，无意识的准备，不知道要准备什么。因为我确实看到牌面有很多加速，有很多没有要拖延你们的相遇，没有要拖延。可是我又觉得特别奇妙的是，这些加速、这些前进，让你们在同一个空间里这么容易相遇，却一直让你们错过，到底是为了什么？还是本来要相遇的时间点已经设定好了，但是把你们丢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区域的速度太快了呢？因为权杖8，恶魔牌在这个位置在讲的是说，你们本来就会在一种绝佳的时刻被彼此吸引住，而且那一个吸引住的顺序力道很强，看到了就有感觉，看到了就有澎湃。我前面不是说了吗？3，然后就要进4了嘛。你看他已经跳到8了，他到了那一个整个，就是说，在这个连续比较像说，我们从3开始出发，然后我们渐渐理解了我的处境，他的处境之后，他欣喜了，开心了，所以他找到了中阶的、中层的、中途的礼物了。他以为那是最终礼物，可是他不知道的是，当他回头看他所在的位置，结果你在爱情的方向，而且这个爱情的方向，这个爱情的位置一直在跟他招手，叫他快来、快来、快来，可是他却一直错过，被一种很多外物的事情所干扰，视线没有办法看到这么遥远的位置，他就一直错过这个爱情的位置。他以为他后来遇到你的时候，他会以为他没有在找你，他没有在找爱情。可是，在他遇到你的时候，他心里那个澎湃感，才让他知道说，不是我有没有在找你，而是就在旁边的东西，我竟然没有意识到。我明明不用找，他就在旁边，而我却把心意跟心思放在一个，现在不是爱情要出现的时候，我也没有准备要有爱情的时候，我需要很多事情在忙，
所以他遇见你的时候，他心里会有一种落空，就是啊，我错失了很多美好的瞬间。这个很难，这个很难解释。我要再更白话的讲，就是他有点小小的责备自己，太专注于适应新环境，而忘记体验周遭美好的细节。如果他有更加的去欣赏旁边所有的人，更加注意其他人，更在乎其他人，他应该更早就要发现你。他其实有一点觉得，他应该要更早发现你怎么没有了。其实这一题真的很难，我真的不知道我是很努力在解释这一个错过、路过跟这个情绪，本来就应该，就是说晚了一点啦，晚了一点，所以。不过这个也是还是未来事哦，他现在还在错过中哦，我是必须说，他现在还在错过中哦。而且很残忍的是，他没有办法被你发现。他这里的顺序就是这样，他这里没有办法被你发现，因为他这里的能量是向他招手的，不是向你招手的。你不在这一个引诱他来遇见你的这个能量里，你在引诱他来、吸引他来的后面，所以你没有这个控制，他必须。还要在这边徘徊哦，他没有要让你找到，因为他这边的所有能量都在降他。哎，不过这个事情啊，反而就是你们的浪漫呢，你们的这条故事线的浪漫点哦。哎，我脑袋一直浮现一种很狭窄的空间里面，你们两个一直擦身而过。那不过你知道这一个前面这个。当他遇到你，他发现了你这么近，他却一直错过。这个事情起来之后，他会有一种开窍，他会有一种生活面的开窍，他会有一种发现自己太累了，太想去追求什么，错过了什么的这种开窍。哦，我终于大概讲到了，对对对，他太追求什么了，然后错过了什么啦。其实他这里有一个阶段，就是说他告诉他说，你应该要停一停。停一停，因为你在等的人，你差点就要过站了。他大概有一个讯号在是这样之后，好，那这个我看一下，他这个逻辑哈，他看到你之后。他会开始有一点点对于自己的人生的追求、自己的价值观会有一点点小小的改变，但是他这个小小的改变不是因为你出现了的改变，而是他突然领悟到了他，就像我刚刚前面讲的，他太执着于追求某些自我实践的价值啦，太追求要去证明自己是什么价值，结果忽略了他应该。就是反正他就有点发现自己好像不小心错过了蛮多的美好的，除了你，还有一些生活的美好或什么。哦，他在这个时候会突然想到这一件事情，也包括他从另外一个环境来，他也许为了做这件事，他也抛弃了或离开了某些原本生活的美好，或是那个环境里的好事。他会突然醒来，发现他真的错过了很多事，因为他差点错过你哦。那我还没有看到你们两个遇见的契机，但是有一个你们会有一个遇见的契机，但是我还没有看到它是什么事情。但是他已经有在讲遇见之后了啦，所以就只是时间问题。哦，那到底中间能量为什么要让他常常错过你？我就不知道。因为他有把一种，因为这张牌的干扰非常强哦。它让一种选择性变得模糊。它原本是一个很有方向的哦，可是他在这一题里面把爱情的这一个选择跟直觉把它打糊了，让他发现不了，让他错过了跟其他人的情感上的连接，他变得僵硬了，而不是变模糊，他变得僵硬了。所以你出现的时候，确实有点把他打醒，就像我看这个内在的太阳牌，他会突然亮起来，我觉得更像把他打醒了。醒了他某一种
内在的对情感的渴望，它压下来非常久的。好，所以才说它会有一种觉醒嘛。那这种觉醒，就真的蛮像，就只是突然在一个噩梦里醒来啦。哦，但对他来讲，他不觉得他那是做噩梦。可是他醒来之后，他会觉得他之前把自己逼得太辛苦了。所以也就是说，我大家看到的时候，因为我看到的是你在这个空遇见之后呢，我看到他的能量软化下来了，软化下来变得比较温和哦。而你的一切都在这个之后，所以这边其实都没有你的讯息哦，哦，没有你跟他的讯息，都在遇见前的他。简单来说，他真的就他在你附近啦。如果你硬是要仔细观察每个人的话，我觉得当你有这个意识，想要去找他，去看看是谁的时候，我跟你讲，你会在时间上一直错过他的。因为牌面上他就是讲说，你们这段时间还是需要错过。但是如果你介入了这个意志、这个意念，基本上本来没有你的事，这边你再怎么想找，你想找的时间，他都不在附近啦。OK， 他一定会这样子的。哦，因为宇宙能量它就有这种，它就是会有这种讯号。就是人类的意志开始介入了他原本能量自己的逻辑的时候，他们就会避开哦，他们就会避开，会有这个讯号哦。好，那再往下看哈。所以为什么说占卜这件事情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它能够沾到那些正在避开你意志想要去，就是说我们的意志有在执着于追求某些东西的时候，但原本要发现的事情不会让你发现，他们会避开在别的你人生看不到的地方发展你真正要面对的人生。这句话你听得懂，你就会明白，不要去执着于去发现，或是去挖到你现在不应该知道的事，或是不是说不应该知道，而是没有一定要知道啦，没有一定要知道。那占卜之所以重要是，它会找出那个小小的线索，但是它不会认真的告诉你答案是什么，而是它告诉你方向，大概讯号组合起来有可能会这样哦，而且还蛮接近的。但是当我们的意识越来越接近答案，我们意识越来越知道那个时候，它那个真正要出现在你的人生的那一件事情，它就会突然打悟了，它会先闪避。它不会不发生，它会发生，只是它会闪在某一种情况或者某一个你猜不到的时间地点发生，终究还是要发生。好，因为它那个逻辑上，它整个能量它已经算好了，它就是要发生的，只是我们的意志进入之后，不知道是什么力量，它就是会躲开，我们就是会失去眼见为凭的瞬间。好，这个你听得懂，你大概就会知道我大概在讲什么的。所以你就知道我在讲为什么占卜或是神秘主义的这个魅力在哪里了。好，如果听不懂就算了，你就把它排斥掉，因为这确实是要有一些，不是说专业的东西，而是有一些你可能要接触过一些可能有一些科学解释啦，就是也没办法解释的一种解释啊。总之，我用白话讲就是。他在你附近，但必定要先错过一阵子，就这样。哦，所以不用找，他会出现的时候就会出现。哦，他会用一种你想不到的方式出现在你面前，就对了。好，我们接下来来看。好，看你们的连结好吗？好。前面那一段大概5分钟，那个真的蛮难的哈。如果你听不懂就算了，不要去想哈。听得懂的人，可能平常有接触类似的东西，不论是科学、哲学的，好，然后你会突然就会，哦，对对对，是这样。那如果你没有这个讯号就没有，那就把它略过就好了哈。然后我们直接看后面哈，看后面看你们两个的连接状况哈。就是我想看他说为什么要他？那你们用什么角色来相遇？相遇之后会不会有好坏？是否同时发生呢？会有好的是什么？坏的是什么？哦，OK， 好啦，这个能量出现哈，我跟你讲，它是有点在
救他啦，因为他的水能量、情感能量有点缺失了啦，有点流失掉了啦，被他排挤掉了。就刚刚我们前面讲的，那他这一份情感的礼物，必须要在他遇见你之后才会出现哦。但是他的没办法有这个主控权，就是说他没有能力去找到你，他就是时间到了哦，你们两个就会有一个特别的事情要相遇就会发生，因为现在好像是你这边似乎还没有要接住他的情感能量的一个容器了。我这边看到就是这个，所以很有可能是你这边的事情，你这边的事情还没有，人生还没有准备完，还没到要跟他交汇的点，所以才会让他一直在错过你，因为还没到要交汇的点啦。哦，他有可能找到了，所以总是错过。这边看到有看到一些连结了。白话讲就是故事已经设定好是哪天哪月什么时间，还没到，但是他找到了，你还没到，就这样而已。那是什么？圣杯十又出现了哦。其实啊，如果我认识他或什么，我是很想跟他说，你不用担心啦，因为圣杯十出现了2次，魔术师牌也出现了。他如果很想要一份爱情，其实已经准备好再给他了。他其实不用做任何事情。其实他这一题的能量啊，他要遇见你，比较像是说，他其实值得遇见你。他其实前面这么努力的时候，他似乎抛下了、丢下了对于情感的一种感觉，他想要去为他想要做的事情执着，不知道目的是为何，为了其他人呢，为了家人呢，为了生存呢，都可以。但是他为了要去追求这个时候，他把情感的那一边敏感度，我觉得他有个丰富跟敏感的水能量。其实这里一直有暗藏的一个在底下很棒的、很丰厚的水能量都在他那里，可是被他藏起来了，躲起来都躲在旁边。所以他在讲说，他其实内心有在渴望爱情，可是他忘记了，或是他已经习惯没有了，所以他花了很多事情努力的，然后在遇到你的时候，他才会想起来，内心那个东西想起来嘛，所以那些水的能量就会开始出来了，而且你是他心里内在一个很深层想要显化的情人，所以基本上你是他的礼物。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你要很开心的，其实你是很棒的人，要去迎接一个会珍惜你的人，要这种角度去想就好了。所以就不用去，所以才前面说不用去执着，去看到他，去找他，时间到了就会有了。好，所以才讲我刚刚前面说的，如果你的意念进去要去找，是找不到的，因为时间就是没有到，它已经有要发生的时间点了。没有说，因为你这样介入，它就再不会发生，不是，只是它不会让你找到是哪一个时间点，因为它在不管是现在、过去、未来，就是变成这条线已经是做好的。这样讲有点不公平，好像被注定的，其实也不是啊，它就是有很多的能量连续之后，它要发生啦。它不是说它未来已经发生了，你只是要过去接，不是啦。的意思是说，在你这条时间线，就是说，它有很多的能量连续逻辑到那边，它要发生了。所以你现在在找跟这些能量连接堆积，要它发生，其实没有关系。你在找，只是有点揠苗助长的感觉，可是它也不会真的给你找到。反正就是这不是控制权不在你这啦，控制权不在你这。其实整个相遇的控制权，整个意念的主控权，其实在他身上。其实，在他内心有很多事情。内心有很多能量组合好了，平衡好了，确定好了，魔术师牌的能量就发挥出来，他就要显化他内心最想要的东西，那就是你。他自己其实是无意识的在显化这件事情，可是他内在的能量有很多水能量。我看了，刚前面就说了嘛，他内在有一些他无意识的东西，连太阳牌在这里在显。我刚不是说他其实真正原动力是去寻找那一份爱情。去寻找他一生那个水能量吗？刚前面就有说过类似的，其实他都是无意识的方式在往那里走，所以等到他这些东西都平衡准备好的时候，那就是他遇见你的时候了。只是他以为他在走的路不是这个，这是他的能量显示的一些秘密。那好，很不公平哦，今天讲的都是他，没有你没关系，反正你。就等着接受他就好了。那我要讲的是，他遇到你之后，他会找到一个他人生前所未有的平静。他遇到你的时候，反而不是找到那个喜悦，找到那个欣喜，有，
但是那不是它的核心，它的真正的核心重点是，原来你的出现让他前面忙碌、混沌、执着的人生突然找到了平静，他终于知道这个安逸的感觉是他追求的最终目的，而不是被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这里其实没有什么在讲他在追求他存在的价值，真的，他其实更多的是在讲他情感的停靠站到底在哪里。因为水能量实在太多了，像海一样在漂浮着推他。那所以啦，我们换回我们的角度，就是你要开心，你是一份很好的礼物，要被人接住哦。所以在这件事情发生前，你不用做任何事情，你也不用改变任何事情，你也不用特别去想自己怎么去影响这些，都不用，因为他现在能量的确定是你现在就已经很好了，你只需要等待，自由的。我跟你讲，甚至连等待都不要，你知道有这个讯息就好了。你知道你很好就好。其实他有的时候这个情况，更重要的是告诉你说，其实你很好了，你甚至好到能够变成礼物被别人接住。你现在只知道这个阶段就好了。好，那就这样哦。这是选择2号牌的朋友哦。这还蛮特别的啦，很少有这么干净、完全没有你的讯号的能量，都在讲你会遇到的这个人也没有你们相处之后的状况能量，没有翻出来也没有，反而都是在讲他，所以只能说我们映射出来就是你很值得啦，你现在其实很值得，不一定只是值得给他，你已经很值得给很多愿意珍惜你的人了。那就这样哦这是选择2号牌的朋友。总之，谢谢你来听哦。如果有今天有几句听了你对你有对人生观，或是对未来有比较多重选择、比较多的观察角度，那就足够了。好，总之祝福你们哦。接下来我们来看第3号牌的朋友今天的题目是新恋人已经抵达，新恋人已经抵达好，那我们先来抽5张牌来看一下基础的概念先慢慢看好，第1张来对一下位置。好，好，这里盖1张好，如果从全张式开始的话，那简单啦。我不是说这题很简单，我是说这个人到来，然后前面没有什么太多的阻碍，因为他已经是全张式了，表示他有一种只需要你等待他欣然的出现吗？快乐的出现，欢喜的出现吗？那它确实是还是有一些地点上的提示啦。人多、喜宴、祝福、欢庆的场合，他会在那里，而且这一件事情，这个场合的主轴跟你还蛮近的，虽然你不是主角。但是跟你蛮近的那他出现的场合人真的很多啦有好几张牌都在强调人蛮多的啦只不过他似乎不会直奔你这里来，他会在那场合出现，而且他不是一个怎么说？表达上会各方面比较外放的人，他在这个场合里面会比较比较近，比较失去存在感。所以也就是说，你会在这个场合离他很近但目前还看不到你们的遇见的契机点但是确实他会出现了。
你，但是这边有一个状态是说，哈，你们终究会讲到话，只是说他对他的个性的形容，对他的状态形容是这样啦，他没有在躲你能量场，能量也没有在闪避你的。能量场已经，那个能量已经，当你们两个聚合在一起了，在这个场合里哦，那我想啦，会被引荐，会被介绍，会被介绍。他这个场合虽然人多哈，有主角，有配角，然后很多人混杂在一起，朋友、工作的人都混杂在一起。那目前看到最细的线、最浅的线，就是有朋友介绍，但是这个介绍的目的并不是认为你们两个很适合在一起，有什么没有，就是一个非常平淡的介绍，然后你们两个会注意到对方的存在。哦，那这边是没有看到说你们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是不是就有感觉，就有那个很强烈的感觉。嗯嗯，是还好，现在是还好，可以期待一下，因为后面讯息还很多了哈，看他后面会怎么发展。只能说目前这4张就只有很浅很浅的抓到你们会出现的，我们会再见到面的场合啦哈。那我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好，不过这里有个关键点哈，近期的邀约要去哈，那朋友介绍谁要去哈，要看是谁哈。这好像是现在唯一的一个桥梁啦，没有什么太多变化哦，没有什么强烈的邂逅，没有什么很特别的浪漫的出场方式哦，没有没有。而且他这一个人的存在似乎是需要被寻找到，寻找到，被拉到你面前，你们要把你们两个拉在一起，认识，这讯号蛮强的哈。好，我们来继续往下看哈。好，嗯，只能说，不过这里有提到你们，他是你们会是互相会喜欢的型哦。你们一见面的时候就会有非常强烈的感觉，会很在乎对方的存在。其实就是说，见面的时候其实就彼此就有喜欢了啦，哦，而且他这个喜欢的点不是只是第一印象好，或是一看到就什么，他这个点有被很认真的确定过，就是说对方的条件、对方外在或各方面，是你本来就对于对象这件事情有要求过的品质，然后对方符合了，你才喜欢的。哦，他这个喜欢，这次第一次见面的喜欢，不太只是感觉。哦，我的意思是说，他不是只是因为你突然心情不好，然后有人来安慰你，然后感觉这个人还不错，不是，或是说你突然觉得人很寂寞、很孤单，然后突然有一个人还不错，跟你对你比较好了，你就被吸引过去，不是。他这一个人的出现是你在很理智、很确定，这个人有很多东西是你想要的、你喜欢的，然后这个人有很多这个符合这个条件，然后所以你第一次去看到他的时候就还蛮喜欢他的，因为他很多的表现呢，各方面都符合你原本的期待哈。但因为今天这一题有双向的感觉，所以基本上你的表现对他来讲也是。但你们牌面上其实没有特别去讲说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有刻意保持一点距离，但是我有感觉到有这个讯号，因为我觉得水能量第一次见面的这个水能量似乎有被关起来，有被阻挡了一下。哦，理智面蛮强的，就是理智面控制自己的表达讯号蛮强的，就是说表达对对方的喜欢这件事情有被控制住，有被限制住哈。所以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还是处在一种彬彬有礼啊，保持浅谈介绍，
没有任何太强烈的主动表达，也几乎不会感受到彼此在表达对彼此的喜欢上的好感，就只有表达出基本的东西。但是私底下的那个水能量感情的悸动还蛮强的。简单来说，你有多强，它就会有多强。因为现在这个平衡状态还蛮协和的，蛮一致的。没有强弱分，是你们两个各占一半的一个能量。在这个感情上面让我看一下这个，好，那你们彼此的好啊，其实需要一点一点、一滴的去慢慢挖掘，才会被发现。应该说，你们一开始就已经通过了第一关了。其实你们两个都在瞬间在评价对方啦。虽然这样讲有点残忍，可是这是你们的一瞬间的感觉。然后那个好感也从因为第一关过了之后，才开始觉得要往下挖。那底下真的有一些东西，对方的好真的是需要花一点时间去慢慢的挖出来了。相处，你们这一组要慢慢相处，才会把在情场下面的优点挖出来。因为两个人都不太像是喜欢张扬自己的好的人，都有点说。即使自己有能做什么事，能表现什么，有什么点都不太说出来不能说是被动，我觉得比较像是一种这边看起来比较像是一种保护机制。那这边有一个讯号是，两个人的很深的心底都希望有人能够理解自己的做法是这样。也不算是谦虚，也不算是害怕，也不算是怕枪出头，不是这个概念，比较像是觉得没有必要把自己的优点、好的东西都展现出来，没有必要。那这件事情你们能互相理解了。其实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有一个直觉，知道好像是同类人但是整个细节是后面慢慢的相处认识之后才有。所以也就是说，你们第一次认识之后，其实会保持蛮频繁的互动，蛮频繁的互动。好。所以到了6的时候，的确啦，其实刚刚有点跳过，你们两个人确实是有人把你们拉进介绍，但现在看到更深层的意思是，那把你们拉进介绍那个人他表现的好像只是轻描淡写的让你们认识，可是其实他有看出来你们两个还蛮适合的，他在做媒，有人在做媒，那这一个是非常对的决定，在一个对方的直觉上做出来的，而且甚至还有一个可能，我这边看到甚至还有一个可能，你们的共同朋友有人早就发现了，然后借着这一次把你们两个都叫到同一个场合里，因为你们两个这个聚在一起的能量算蛮被动的，而且算蛮独立型的，而且实在太多其他人的讯号介入在你们两个之间了，然后又有很强烈的讯号是在介入你们两个之间，所以我想你们这个牵引真的是掺了太多其他人的能量了，所以很有可能真的是有人介绍了你们两个认识。的确，这个成功率也很高，你们很快就在还没互动，在眼神上面各方面就已经有觉得不错了。开端就跟你们说的，就是一开始第一关就过了，恶魔牌又在那一个。其实恶魔牌它没有放在情感的位置，它放在一个非常严格的位置。严格什么？严格确定各种情绪，用理智的方式去确定各种情绪、各种感觉。那确定完之后，还留着恶魔牌的那种互相吸引着，那就表示这个喜欢不是莽撞的，这个喜欢不是各种其他原因为了填补而存在，它就是认真的被确定了。要认真的被决定，所以
当然啦，你们第一次接触就有感觉对方似乎是喜欢自己的啦，但是而且还超越，知道确定对方是喜欢自己的，可是两个人都用一种比较以退为进的方式相处。好，我想这也是你们两个的性格上的契合点啦。这个节奏也对，哦，这个节奏也对。土能量压得这么重的话，没错，这种慢节奏，这种慢慢相处的节奏，比较适合你们两个人的浪漫逻辑。哦，好，嗯，对于，嗯，你们的相处节奏比我刚刚在讲的会再更慢一点。你们两个的相处非常奇妙的是，你们一直在保持着某种慢速的好奇心。这该怎么说？就是你们好像有某种自信，知道对方不会不见，不会跑掉，然后也觉得心底其实，在很深的心底知道，这算是蛮难能可贵的一个遇见，觉得这个人还不错，可以珍惜。也因为有这个自信，所以觉得慢慢的去挖掘彼此的人内在各方面，了解，慢慢了解就可以了，不急。你们觉得不急哦？然后心里抱持的好奇心虽然很大，但是行动上却放得很小，因为你们心里觉得不急。这个不急其实就是一种互相的信任跟互相的肯定了啦。哦，嗯，但其实这边有在说一件事，就是其实你们两个都属于很容易看穿别人的人。那所以在第一次见面或什么时候，其实有一个部分其实已经蛮懂对方是什么样子的人了。好，然后也理解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就是不要知道的那么快，这关系才会比较好。有一种为了对方，彼此都是为了对方来去想的，而不是为了自己。什么意思叫为了对方？就是觉得对方应该没有想被知道的、了解的这么快。好，那我就照着他走。可是他也是这样对你的，所以我们两个在这个默契上是同时做了这一件事情。哦，也不是说不要让自己成为对方的困扰，其实这个部分呢，你们两个有一个默契，就是真的是不要太快的去挖掘，不要太快觉得慢慢就可以了。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一题两个遇见的时候就有灵机，就有这个灵感，觉得慢很重要，慢很重要哦，而且还会比你之前的恋爱经验各方面都觉得要再慢哦，七的哦，其实，在下面这一排哈，我就讲说要慢，好奇心什么都，好奇心其实还丰沛的嘛。因为他这边突然讲到一件事情是，你们互相有发现对方有很多很特别的东西，然后自己没有的。那其实现在讲起来，除了说不要挖的这么快之外，还有一个理由是很难挖。就是有一些很特别的事情，在你的逻辑跟他看你的时候也是这样，你身上有些很特别的事情，在你们两个这么在乎去理解、在乎逻辑分析的这一个状态下，却发现对方有难以理解的小神秘，而且不止一件事。但你又把它当成是一种想快也快不起来，所以就干脆慢下来，慢慢的体会，慢慢的发现就好了。这是你们两个这个相处里面的一个非常高度的智慧。你们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有这个智慧来维持你们两个的关系的稳定发展了。好，那的确这一题对你们两个来讲，真的蛮好的，因为除了慢之外，确实有很多小东西需要慢慢的浮现出来。两个人身上都有蛮多的小惊喜，甚至连你们自己都不知道，然后会慢慢的浮出来，被对方鉴赏出来。哦，这是你们关系构成的一个蛮特别的浪漫点啦，蛮特别的浪漫点。哦，那我来看一下我们两个人的连接哈，就是看一下
为什么你们的相遇很重要，或是为你们两个在彼此世界的角色是什么？那如果很靠近的时候，会不会有什么很特别的事情发生，或是有问题吗？还是什么？我帮你看一下。好。这样看不到，那放这里。然后这边再来压2张来看哈。现在看这2张哈，你们两个越来越近的时候哈，越来越相处，越来越比较熟识的时候，其实你们两个会，你们这一题很特别，你们两个其实不会黏腻在一起，你们会把两个人的生活空间设定的非常有规律，就是说自己的空间要足够，相处的空间也要有，你们会分配的非常好，比如说6:4啊，这个人空间要保持6，相处空间要保持4，或是，但不会到5:5，一定有高低。但是我觉得你们两个更喜欢，而且更喜欢，也更喜欢对方有更多的自己的空间，这是你们两个互相欣赏的点，很特别的一组啦。因为你们两个彼此欣赏的点是那一种个人的独立性的个人的独立魅力。常常黏在一起的彼此虽然也不错，但是你们有一个共识上觉得其实也没有那么需要一直黏腻在一起，想要见面的时候见面，固定的时间见面，比例够，结构稳定就好了，这是你们的未来的会出现的相处方式哦。而且这一个事情会让你们的感情越来越好，而且会一直创造出新的内容。在这个规律里，什么意思？就是你们见面的时间每次都会变得很有质量、很有设计、很有计划，不会只是普通的见面而已。每次都会想一些新的内容，为了见面。因为这个分开跟相聚的频繁度很高，这个交错反而让你们的相处变得更有花样性、更有融洽度、更有丰富度，而且热情不减。这是你们后来在一起相处之后的情况。那你们的相遇，其实虽然我说土能量很多嘛，你们很容易，其实土能量、风能量很多，所以你们控制的都非常理性的。可是你们两个相处的时候，在这个相处见面，其实宇宙要你们学一件事情，就是如何尽可能的表达、诠释你心底的那一份情感。你们会慢慢的会表达。慢慢的知道怎么具体的表达清楚，不是只是感觉，是能够完整的表达出来。这是你们相处在一起之后慢慢会学会的一件事，因为你们会面对、会碰到要表达的非常多的时刻。那每一次都会学会这个。但你们的方式跟其他人的那种澎湃浪漫的表达不太一样，你们会用一种很生活化的表达，譬如说。都不是嘴上的，都是一些行动的。比如说买东西，平常我们看到什么喜欢的，对方喜欢的东西就买，然后给他，用这种很具体的小方式表达，或是观察对方喜欢什么食物什么的，然后带他去吃。他会从这些小细节的分析观察到对方的喜好跟对方的需求之后，在别的时空里面给予对方，或是表达行动，让对方知道，这是你们的转换模式。那这个是你们两个相处的时候的一个成长任务，你们会一点一滴的从这些行动方面体会到喜欢一个人的情感表达如何具体化，如何表达清楚。那两个人都有这个默契，所以两个人不太会太在乎说一定要把喜欢跟爱表达讲出来，没讲也没关系，讲了也很好。因为心里已经都知道了，不需要再用这种确定。可以用更多的方式确定，这是你们两个人的默契。
那其实你们的相遇啦，你们的相遇，我觉得真的是算是搭上了别人的桥梁哦。应该说你们本来不是，你们两个本来应该是独立自己的，可是因为我觉得他真的是搭上了别人的幸福桥梁，就像我刚刚说，这个聚会的出现被人发现了，然后被人有了这个 idea， 觉得应该要把你们拉在一起，有点像是真的是搭上别人的桥梁，不然你们的相聚，我觉得能量连接在遇见之前其实没有那么明显，它的独立性比较高。你们两个各自独立性比较高，在自己的世界里也没有什么问题哦，所以只能说有一个第三者的贵人做出了这一个桥，让你们两个相见了。哦，所以，我觉得真的算是一个好运，一个好运哦，一个好运。不知道是之前做了什么事情，所以连带出现了这一个好运哦。就是说你们之间呢，你们的朋友圈有人怀抱着一种感恩的心啦，不知道是你或他做了某些好事，其中有人怀抱了感恩的心，要为你或他做什么，所以把你们连接在一起了哈。好到6了哈，的确，然后连接你们的人，其实这张牌多余了，他讲的就是你们的朋友什么的，可是这个朋友似乎有在暗示一个资历更老。资历更老就是说认识够久，他不是你们的新朋友。那这个人可能本来就认识你们两个，都是你们两个的老朋友，只是他不知只是两边世界不同啦，所以没有办法连接在一起了。那其实这两张真的是多，他就是在讲你们的相处会越来越乐观，越来越幸福，越来越喜悦，而且是在一种稳扎稳打、稳定发展，很有秩序。很有目的性、很有计划的慢慢长。你们这一组不太像是完全靠直觉化去看情感的黏腻度发展下去的，所以你们的争吵纷争也不强，激烈度也不高，火能量很弱，都是一种在理性的交换的讨论上做相处的。会觉得很无聊吗？其实对你们两个来不会，因为这是你们的脑子里面的浪漫跟快感来源哦，不是那一种触碰上的或是激情上的、情绪上的东西。好，我再看一下哈。好，我来看一下，我来翻一下别的东西好了哈，帮你们看一下。好，等一下看看4件事情。因为还有时间，我帮你多放这4个东西。好，你们认识之后，会开始有共同的新目标。什么样的新目标？就是可能会想要多做一个事业，会挑战更难的事情。不知道为什么两个在一起，因为你们两个在一起，突然会有一种双重聪明的概念出来，好像本来自己能做的东西，需要再多1倍的人帮忙，多1个人帮忙，或是多1倍的努力的时候，你发现这个人能够彼此发现这个人能成为你的助力，所以你们两个会开始计划一些比原本你们人生所规划再更难一点的事情，创业啦，多一份被动收入啦，或是去挑战新的生活技术啦，就像我之前讲的，比如说去学登山啊，学露营啊，这类型的事情，或是学一项新的技能，而且是一起的，而且是你们不是为了兴趣学的哦，你们是为了要提升自己而学的难的事情哈。那会挑比较难，是因为你们觉得难一点的事情的成果收获，身心灵方面的收获比较高哦，你们心里会有这一个全新的想法。那还有一件事是，你们有可能会一起去参加一些团体，服务型的团体，宗教的也有，但都是有一种是你们两个个人觉得你们的能力已经饱和了，你们想要去做一些贡献，这是你们两个遇到之后才有的概念哈。主要是因为你们两个在一起之后，会有一种力量增强的感觉啦。
不知道为什么会觉得能力增强、思考增强、脑力也增强的概念，就对世界的理解有更高一份的自信。所以你们其实有在想要去做对世界或对其他人更有帮助的事情。所以这两件事情其实有可能是连在一起的。好，那好，其实就差不多是这样。因为这4张牌讲的一件事就是说，你们会有一个新的自己。好像新的小孩在心里重新再养大，那个小孩会有全新的技能、全新的向往、全新的人格、全新的善意、全新的责任感。然后你们的责任是想要把这个心理全长出来，不长出来，生出来这个心理的小孩再重新建立出他，对他有一个新的责任感。所以你们除了照顾自己之外，好像又照顾了一个新的东西，内在出来的一个新的东西。好，所以在一起之后，你们好像已经不太是2个人一起，好像是你们一致的有共同的方向、共同对外，或是一致的有共同的包袱。但是是甜蜜的，那会有这个状态。你们彼此的共感蛮强的啦，不只是认同或个性什么相处，而是他很容易感受到彼此的很内在的一个需求，很内在的一个声音。当对方有点想不出来问题是什么，答案是什么时候，其实对方好像理解的比较快。你们常常有这样子的交换，你们的情绪情感都一直处在一种高度的逻辑分析上、理智上，不会乱，情绪是有，不会太高。受到强大情绪的时候，你们2个都会彼此安静下来，这是你们的特色。好，大致上就这样哈。这是选择3号牌的朋友，这一组比较特别，这一组比较难遇到哈，因为我觉得这一组的情绪能量非常小，精神能量也比较小，可是它又建立在一种很强大的，怎么讲？强大的风能量配合土能量的一种强大的稳定性。在外人看来，他们好像活在自己的世界，或是在外人看来，他们好像比较冷漠、比较冰山一角的一群人。但是其实他们这一组内心的那一个澎湃，你们这一组内心的澎湃，只有你们自己知道。有点像冷火的感觉，看起来冰冰冷冷的，其实是热情如火的，很有创造力，很有行动力，执行力也很好。这是另外一种诠释的火能量的生命力，虽然没有火能量，也没有流动的水能量那么强，但是你们用了另外一种方式去诠释这种生命力。这是你们2个特别相处在一起的一个方式。好，那就这样哈。这选择3号牌的朋友，总之谢谢你们来听哈。有一些句子什么能够让你理解、帮助到你就 OK 了。那祝福你们哦。